Hello，大家好，我是 DB，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缓存命中率。基于我的个人测试数据，我发现了缓存如果用得好，订阅会比较耐用，所以就有了这一期视频。首先呢，我想说一下免责声明，这期视频主要是基于教学目的录制的，然后分享的数据都是我个人体验的数据，仅供大家参考，一切还是以官方数据为准。然后这期视频的场景是 Codex 加 GPT 5.5加 High， 然后上下文是 258K。原则上讲，这期视频我们讲的所有内容对 Cloud Code、Gemini 之类的都有相同的参考意义。好的，我们开始。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同样的 AR 订阅，为什么有人烧得快，有人却更耐用？给大家3秒钟思考。1、2、3。我们假设账号之间没有差异，那么关键就在这张表上。这张表上我给大家标出了1、2、3，分别对应的是输入价格、缓存输入价格和输出价格。原则上讲，1是你的任务要求，3是模型基于你的要求产出的内容，那么1和3几乎是不可以减少的。那么唯一可控的就是2。然后大家注意看1和2的价格，5和0.5价差10倍。那么怎么能够得到这个0.5的价格呢？那就是利用好你的缓存命中率。缓存命中率越高，你输入的内容匹配到0.5这个档位的就越高，就这么简单。好，我们下面来说一下上下文窗口。这是第一张图，在我们的正常编程的时候是可以看到这么一个上下文窗口的。我一般会用 258K， 然后这里面一般会存放什么内容呢？历史对话、项目规划、关联的文件内容、工具的调用结果、当前的问题，其实就是你整个工作的涉及的内容都会塞到这个上下文里。好了，有了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以后，我们来看两张图。我希望通过这两张图为大家建立起一个正常调用对话的成本周期价格基准。怎么来看呢？两张图上下都有1、2、3、4。1是使用的模型和思考，2是缓存状态，3是对应每次调用的价格，4是时间。我们先来看上面这张图，第一个调用的模型是 GPT 5.4 mini， 然后是 low 思考，那么它就是一个新建对话的过程，然后缓存是 3.6K， 一般是0，但是有可能是我连续的工作的原因或者什么原因，它这边一开始会有一个缓存，然后从第二次对话开始就是 5.5 加 high 这个模式，然后缓存一点一点的往上涨， 4.5 13.2 30.1 43.4。下面是这个对话结束的时候，这个对话最终跑了 111K， 然后这就是一个对话的理解。在这里大家需要看的是什么呢？首先缓存是逐步上涨的，和我们右侧的那个1部位的那个缓存是，你可以把它们认为是等价的。然后正常的话，单次调用的价格在 0.5 到 0.1 之间。模型是 GPT 5.5， 思考强度是 High。好，我说完了。然后我给大家一个 42K 的对照组，这个我没有做很长的保存，只是前期新建对话，然后到跑了4个 5.5 模型调用，价格差不多，缓存新建的趋势也差不多。还是那句话，我希望在这里给大家建立起一个成本基准，大家对这个有一个概念。然后我们继续。我用了2天的时间把我的工作数据进行了分析，我得到了一个概念 Codex 在对话能够正常组织的情况下，我的缓存利用率是 96.8%， 这其实是一个很高的水平。第一天我的工作内容是 100M， 第二天其实是在第一天的基础上累加的，它是一个连续的，第二天是差不多 50M， 是这个样子。这里想表达的意思就非常的简单，在注重任务管理和规划的前提下，连续工作流能够更好的复用上下文，那么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缓存表现。好的，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做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测试。我测试了一下缓存它到底能存活多久。
我的测试方法如下：时区是东八区，时间是11:53到15:33。测试方法是每次增加5分钟为间隔进行测试。下面是我的测试情况。首先开始的时间是11:53，然后开始了一个新对话，这是账单情况。那么缓存从6.7开始一直往上走到16.8，对话新建完成，时间是11:53。然后我等了5分钟，5分钟以后我又发起了一次任务，时间来到11:59。这时候它的不好意思，刚刚对话结束的时候是11:54，缓存是33.2。11:59的时候，我们发了一个新对话过来，对吗？这个时候输入是200，是 2K， 输出是378，缓存这个时候来到了34.2，它在稳步的增长，没有任何的问题，这就代表缓存在这5分钟之内是活下来了。然后又过了10分钟，时间来到12:10，我又进行了一次测试。上次对话结束的时间是12点，然后我们在10分钟以后12:10进行了测试，缓存从36.7增长到了37.8，代表缓存又继续的活的过了10分钟这个时间段。紧接着来到了12:25，我进行了15分钟的测试，时间上没有任何问题，缓存也没有任何问题。接下来是20分钟的测试，12:45缓存42.9，缓存还是可以继续被使用。然后这个时候来到了25分钟的测试，时间是13:11，缓存来到了47，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接下来是30分钟的测试，因为我心里理论的时间就是我觉得缓存最多能活30分钟，所以13:40我进行了测试，结果和我想的一样，缓存48.5，缓存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接下来我又做了35分钟的测试，我当时想的是35分钟应该是测试不过的，但是还是测试通过了，缓存来到了52.6，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我做了40分钟的测试，终于迎来了缓存失效的这个结果。大家集中看中间那一行，缓存降到了 4.5， 然后输入变成了 51K， 然后价格来到了 0.26。你们可以看这个对话比较简单啊，我没有用那种特别复杂的场景，我把它变成一个单线程，尽量没有干扰的情况，所以一般都是 0.4 左右，但这次对话它用了 0.26， 差不多也就是10倍吧。然后在我40分钟缓存失效的时候，大家记得我们第2次请求的时候缓存是成功的，等于在40分钟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次冷启动。那么我又做了一次测试，做了一次36分钟的测试，因为上一次我们测到的缓存存活时间是35，所以我加了1分钟，在15:32我又发了一个对话，明显看到缓存来到了 57.7， 缓存存活过了36分钟这道线，所以在我测试的时候，缓存的存活时间大概是36到37分钟的水平，我就没有再做更长的一个测试了。然后在我和观众交流的过程中，有人提出缓存的存活时间和服务器的当前压力有关，也就有可能我们现在测试的这个36分钟是因为服务器压力比较小，未来服务器如果紧张了，它的时间会短，那么没有任何问题。后续我们会在不同的时间段来测缓存，看它到底能不能存活过36分钟这条线。当然以后我们也会出相关的视频，有兴趣的话可以先点个关注。接下来想跟大家说一下冷启动的代价，其实很简单，就是这张图 4.5K 缓存，重建缓存需要10倍的价格，一次性 51K 的缓存重建。然后这时候这个价格和我们刚刚看的那张官方图一样，就是5和 0.5 的差别，10倍的价差。但是提醒大家的是，只有第1次请求的时候需要重建缓存，之后的请求又可以享受到缓存的价格。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fork 的代价。我经常在我的对话里进行 fork， 我觉得 fork 是一个非常好的管理对话的方式。我一般觉得有问题的时候，我会点个 fork， 然后在某一个位置继续去做。
我一直以为 fork 的话缓存是可以继承的，但是实际上很遗憾，没有。进行 fork 的时候就是一次彻彻底底的冷启动。在这张图中间就可以看到 4.5K 的缓存重建了 146K 的缓存，所以以后我会比较少的去使用 fork。那什么时候去使用 fork 呢？在非常有必要的情况下再去使用，比如类似 A/B 测试这种场景下去使用。更多的时候我会采取用一个新对话重新开始的一种模式。然后跟大家聊一下任务暂停会不会有什么风险。这是我经常做的一件事，我给他一个任务，他在跑，在这个过程中，我如果发现我任务要求不完整或者有错字，我会暂停，然后再开始。那么像这种情况，缓存会不会失效呢？答案是不会失效，缓存是得到了继承 43.9， 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我还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测试，手动保活测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测试呢？在这个页面上有一个标题叫 TTS， 我要求它运行了一个任务，把这个标题改掉，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任务，然后我就是这样要求它做的。实际上这个任务用了，大家可以看一共3行，下面那一行是上次任务结束以后，上面2行是这次任务的消耗，分别是 0.32 和 0.26。我用了 0.06 的价格做了一次缓存刷新，这就是我说的手动保活。它用了一个非常低的成本把缓存刷新了，这是一个小窍门，我觉得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但是不要滥用。我觉得这里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去理解连续工作流是一个什么概念。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远程压缩，如果远程压缩的话，价格会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就是把上下文丢弃掉，然后保留了一小部分。我看了一下，我2次测试都是 9.1K 的上下文，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但是价格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在上下文很长的时候，用远程压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这件事情上。但是在压缩以后有一个风险提示，就是说缓存是失效了，你超出了这 9.1K 的部分，还是要走缓存新建这个模式。但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聊一下长上下文的代价，上面是对话开始的时候，下面是 170K 对话比较长的时候，可以明显的看到下面相同的输入输出的情况下，因为有了额外的缓存价格，下面的价格会比上面的要高，那么说明就是长上下文是需要额外付出缓存调用的成本的，所以并不是越长越好，合理分配任务才是关键。给出一个 AR 对话组织建议吧。首先，固定规则尽量放到最前面去，然后当前的任务放在中间，临时的问题放在最后。最重要的是合理组织你的对话，把同类型的内容放在一起，尽量利用好缓存利用率这个概念，然后能继续的就别开新对话。能暂停改内容的就不要 fork， 即使错了也可以继续去用，然后太长了就用自动压缩。好的，最后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首先，合理组织对话，养成一个好的潜意识或者习惯非常的重要，目的就是提高缓存的利用率，享受那1/10的价格，对吧？但是也不要陷入洁癖，这个真的就是差不多就行，因为你稍微注意一点，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最后祝大家有用不完的额度。好的，这就是这一期关于缓存利用率对订阅影响视频的全部内容。这期视频的涉及的内容原则上对 Codex、对 Cloud Code、对 Gemini 都是有效的。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是 DP， 下一期视频我们来讨论不同的时间段缓存存活时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差别。OK， 我们下期视频见，谢谢。